导弹驱逐舰擅闯我国西沙领海，拿警告当耳旁风，为何杜文龙称其厄运相伴？敬请关注。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美国海军近日对外表示，在经过一系列热身之后，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将重新回归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战备巡逻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布部署动态不久，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未经我国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闯入我国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不过，我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立马对其进行了警告驱离。据了解，此次的主角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上世纪就已经服役美国海军，1994年进行服役，至今已经服役26年，其满载的排水量达到8300吨，比我军在役的除了055之外的所有驱逐舰的吨级都要大。相比之下，更是众多东南亚地区国家不可企及的。所以，将美军的此次行为看作是炫耀武力，一点也不为过。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也证明，美军在拿我国的警告当耳旁风。从今年3月开始，尽管美国国内的疫情发展已经相当严重，但其还是派出数倍于往年的侦察巡逻机，频繁在第一岛链地区活动，更是数次逼近我国沿海打擦边球。不过，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最近才刚刚满血复活，如今便匆忙投入部署，想要搞事情，就是不知道其战力恢复到了几层。此前，在2017年8月21号，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彩虹干旁海域与利比亚籍阿尔尼克号油轮相撞，阿尔尼克号油轮舰首深深插入了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船体左舷3/4处建水线附近。此次重大的撞舰事故差点让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沉没，好在救援及时，即便如此，还是有10人死亡，5人受伤，最终花了3.2亿美元修复完成后，美国海军便对其进行了严格的海试，随即准备投入部署。没成想，新冠疫情的爆发又让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的归队时间被迫延长到了今年下半年。这种遭遇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称这艘病舰又开始上蹿下跳，上次是受伤，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切莫玩火自焚。甚至连我国著名军事专家杜文龙都忍不住发文吐槽称，撞过的舰厄运相伴，同时还指出，美国海军此次着急让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重新部署，其实也是无奈之举。目前美国海军的大多数航母处在维修和保养当中，加上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葬身火海，让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能动用的舰艇捉襟见肘。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的入列可以有效弥补兵力空缺。